上官这个懒虫，一听郊游撒腿就跑，怎么劝都不肯出门呢？哎呀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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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！郊游不是应该地上铺一块布，然后躺着吃东西吗？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走路啊？走到太阳都下山了还要走路啊？郊游2个字，从哪儿看出来是让你躺在地上吃东西了？你是饿了吧？很难看出来吗？我一天没吃东西了。早饭、午饭你不都吃了吗？早饭、午饭算吃的吗？那是正餐，那根本就不算。哎，我真是，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哎，前面有座寺庙，我们去那问问。寺庙？我累了一天了，还要吃素啊？少说2句会死啊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前方有客栈吗？当然有啊，窗户外面就是后山，风景绝美，斋饭好吃，就是庙里的和尚凶了点儿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告辞告辞。行了吧，多罗大公子，走吧。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吗？我是为大家好嘛，大家都住得好一点。不像你整天叽叽喳喳的。有胆子你就再说一遍。只顾着想男人。想死啊！你别跑！小师傅，施主，有何吩咐？我们一行人行至半路，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，正好路过这里，不知是否方便借宿一宿？各位施主请稍后，我去禀告一下住持。多谢。施主，这一间和东边那间，便是给你们准备的房间。请问师傅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志远。多谢志远师傅。对了，师傅还有一事要交代我转达。请说。在这厢房的后面是一座古塔，是本寺用来镇魂的法王塔。师傅特意交代，没有事最好不要靠近，以免发生不测。法王塔，我听说过哎，原来就在这儿啊。贫僧告辞了。那塔很邪的。哎，憋死我了！你说在这个庙里感觉鬼气森森的，这庙里供的是什么菩萨？我也觉得，我们可不要在这住久了，不然啊，非把我闷死不可。好了，我和双叶住一间，你们3个住一间，不就好了？好啊。当时我就觉得事情有蹊跷，但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他说我今晚喝水喝得太多，我就想去上个茅房。这个时候雷雨交加，大雨哗啦哗啦，从停尸房里传出婴儿的哭声，紧接着就闻到一股浓重的尸臭。这可怎么办？尸臭越来越浓。他很害怕的样子，指着我背后说：“苍王，别回头，千万别回头。”我也不敢回头。这个时候，我就听见停尸体的棺椁里发出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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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然后我就慢慢的回头一看，你说你啊，你讲就讲，你吹什么蜡烛啊？你疯了吧你？哎。我先回去了，你们继续说。外面下雨，记得打伞。哦。哎呦我操！哇！哦。
保护他们，我去看看。好。我又想起了一个鬼故事。三毛，快说！你怎么了？那边有人摔下来，快去看看。哎，小心！四娘，你去古塔了？我出来的时候，我想回去，结果听到那边有声音。我刚想走过去，就从那边掉下来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不会啊，我真的看到有人掉下来。你会不会看错了？这什么都没有。不会。行了，今天先这样，明天我们再来。你这样根本不行。来，上来，我背你。哎，回去吧。不要。哎，明天再来看。你看，你腿都不行了。听我说，我有红花油，我回去给你擦一擦。但屋里那么多人，当着他们面先别喊疼，要不然萨摩你就镇不住了。哦。小心。哟，四娘，你是不是真的中毒了？脸红成这样，喝酒了吧？至少喝了7、8两哦。拿过来，我自己来。所以说，你刚才没回房间的时候，到古塔里头去了。你们去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有一个人从上面摔了下来，然后你们俩在一起上去看的时候，就没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听见了有人在叫嘛，我就以为有厉鬼嘛。你会不会是刚才听我讲鬼故事出现幻觉了？难道真的像住持说的那样有阴魂？哎，我说三炮，你这个大理寺官差，你跟着李治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会相信这种东西啊？我说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又没有看错，我又没有产生什么幻觉。我相信四娘。这座寺庙确实有蹊跷。什么蹊跷？啊？说呀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其实，此次我是受陛下之命来找宝藏的。因为这是绝密任务，所以我向大家隐瞒了实情。其实这座寺庙是前朝留下来的皇家寺庙，这里面的和尚都是前朝的老臣，或者是老臣的手下们。陛下知道了前朝留有藏宝图在此，之前派有很多人来暗访，但都有去无回。所以此次我的任务是调查这些人到底是死是活，还有要把那幅藏宝图带回去。那说好的郊游呢？郊游的事都是你们自己说的，我并没有说郊游呀。好，明天呢你就自个儿留在这儿吧。然后呢，三炮陪你，我呢带着双叶还有四娘，我们呢就下山，然后顺便烤个全羊。其实经你这么一说啊，我确实发现这个寺庙有问题，说不定之前派来那些人还没死，而且这座古塔被他们说的那么古怪，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？哼，奶奶的一个没留神，老娘毕生修为差点前功尽弃呀！啥意思啊？问什么问？睡觉。啊，睡觉睡觉。啊。哎，我检查过了，
这锁已经很久没有人打开了。三胖，这个高度你上不上得去啊？你说呢？云下这么大，就算有人掉下来，估计也早就被冲干净了。上面是顶层了，没看出什么问题。那今天晚上只能这样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去找住持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就说看到有人从上面掉下来，担心寺里僧人遭遇了不测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呗。二位施主起得真早。师傅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有要事想找住持。师傅这个时候正在罗汉堂诵经，二位施主若有什么事情，可以先告诉我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昨天呢，我们听到古塔有动静，所以我们就赶过去看了看，正好看到有一个人从古塔上面掉下来，可是等我们再去塔边查看的时候，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担心古塔有人被害了，想来通报一下住持。施主，不是告诉过你们，没事不要靠近法王塔吗？志远师傅，我李治绝不信鬼神。倘若寺中真有人遇害，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将寺庙僧人集合起来，清点人数。我这就去召集众人。各位施主，本寺所有的僧人的确都已经到齐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那小师傅，这寺中有别的旅客借宿于此吗？哦，对了，昨天我还遇到一个人。哦，这几日确实有一名旅客借宿于本寺，但已于今早告辞下山了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带我们几位去古塔看看呗。几位施主，这法王塔的确是我寺的禁地，恕贫僧不能答应。志远，带2位施主去看看吧。是，师父。多谢住持。各位施主，小师傅，这个塔除了这一个门，还有别的出口吗？没有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各位施主，这就是第5层。哎，这个古塔不是寺中禁地吗？怎么我一路上来，每一层都有脚印啊？啊，施主有所不知，坊间传言我们寺中有宝物，所以一直有心术不正的人前来寺中盗窃宝物。这法王塔的确是用来镇压魂灵的邪塔。
而对于每一位前来寺中的住客，我们都是会提醒。可有的人就是不把住持的话放在心上。那这个塔里是不是有宝物啊？小撒，你是说这些脚印都是那些窥探寺中宝物的人留下的？贫僧也只是猜测，毕竟我们寺中的僧人是不可能会上来的。志远师傅，志远师傅，志远师傅，有个人在罗汉堂闹事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你们住持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施主，不然把你们灭杀了！佛门乃清净之地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哦，有人管事的，把你们住持给我叫出来，我要跟他算账。施主，有话请好好说。行，我来问你，我的朋友这几日在你们这寺庙借宿，我们约好今天4时在山下见面。你们看看，现在都已经5时了，这人怎么还没出来？你说，那把他怎么样了？不知施主您的朋友，可是那位张仁？正是。他已于今早向我告辞下山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赴约，这跟我们寺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俩约好今天有要事相谈，他不可能爽约。我来问你，你们住持呢？是不是做了亏心事，不敢出来见人呢？把你们住持叫来，快！志远师傅，有一句话，不知道我这个外人当讲不当讲？施主，请讲。我看这位兄弟情绪那么激动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他也平息不了。不然你就带他去张然的房间看一看，如果找不到行李包裹，他不也就死心了吗？志远，带他们去西厢房看看那位张仁的行囊是否还在房间里。是，师父。施主，这下可以死心了吗？这位兄台怎么称呼？在下谢瑞。啊，我是萨摩多罗，这2位都是我的朋友，李治、黄三炮。想问什么？问吧。你是如何知道你那位朋友还在寺中？啊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。我们怀疑这件事情跟你朋友有关。这个寺中呢，有一座古塔，说是非常不吉利，不让人靠近。可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从古塔上面摔下来，只是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我们再去找，地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就知道，我这朋友肯定出事了。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朋友怎么回事？行，我就告诉你们。我的朋友是做古董字画生意的，我呢是他接线人，干我们这行的，稍微有点资历的都知道，这帮僧人手里有一张前朝的藏宝图，谁都想要，我的朋友也不例外。为了这事儿，他陆陆续续在这借宿了好几回，这次又来，就是为了弄到这张图。昨天下午，我们俩还在山下见了面。他胸有成竹地对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晚上一定能把这幅图给拿到。”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见面，把这张图给卖出去。我这下家都找好了，他没有理由说不来呀。按照过去莫名失踪这么多人的惯例，昨晚四娘看到的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张仁。我们现在必须要弄到强有力的证据，证明那个张仁是否真的遇害，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。我有个问题没弄明白啊，
你今天要去那个张人房间，如果他真的遇害了，那现场早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他们早就把房间清理干净了，难怪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不是，按照以往，这些人都是悄无声息消失的关系，凶手这次应该没有料到事情会被闹大，所以昨晚处理房间的可能性不大。没错，我们一大早就把他们叫过来点数，想收也来不及啊。可是有一点很奇怪，为什么张人的房间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？哟，这么快就交上新朋友了？这位是谭双叶，是我们的朋友；这位是谢瑞，是那失踪张人的朋友。啊，幸会幸会。哎，我的工具箱呢？不是，你尸体都没找着，你拿工具箱干嘛？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快无聊死了，我得去后山找那个山鸡野猪的尸体。山鸡野猪？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当初找那个张人询问这里的住宿环境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的是，他的房间窗户外面就是后山。没错，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去的房间外面是院子走廊。那就是了。当时住持让志远带我们去的时候，专门说了3个字：西厢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很可疑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呀？直接去张人房间呢？我们直接去罗汉堂找住持，听听他怎么说。走吧。志远师傅，住持现在方便吗？不知施主找住持什么事？你们是大理寺的人？没错。若寺里没有发生这个事故，我们就只是普通的旅客而已。但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失踪，恕我不能袖手旁观。进来吧。施主请。不知大人想问什么？能否说一下那位张人在借宿期间的情况？既然大人是朝廷的官员，想必也知道我们的事。但是外面一直传言，说我们藏有前朝的宝物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们生活简朴，不宜素食，清粥小菜。虽然我们是前朝老臣，还望放过我们吧，保证寺里的一片清净。住持，千万别误会，我们绝对没有想要打扰你们清修之意。施主啊，哦，不能碰啊！不好意思。住持啊，这里边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啊？这是我们自制的九转檀香，健身醒脑，益寿延年呐！哦，吃点心啊？哎，四娘，你伤怎么样了？有我在，手到病除。好多了，谢谢你上心。你们案子查的怎么样？这间寺庙里的和尚确实很可疑，只是我们一直找不到能指控他们的证据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呢，四娘，你看到那个从古塔上掉下来的人，就是那个张人，所以说只要找到他的尸体，就好办了。那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就一点血迹都没有吗？你忘了吗？那天下雨了。哦，对。哎呀，我可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没有尸体的案子，我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。幸亏你没帮上，你要是帮上什么忙，我一个人待着不得闷死。反正我快要闷死了，我明天要去后山打猎去了。行，你去吧。
走吧，明天我们自己再去古塔看看呗。哎呀，你呀，哎，不，你说你啊，你也不练功，你能不能少吃点啊你？走了，脾气还不小。哎，老大，我们都来第3回了，这啥也没有嘛，来干嘛呢？还上回说脚印儿，我们这头2回不都我们自己的脚印儿吗？对不对？就你啊，还神探呢。你们俩过来一下。哎，大高个儿，你伸手能不能碰到棚顶啊？啊？能够到又怎么样？这明显有机关的嘛。机关？算你聪明。我告诉你，萨摩啊，别乱碰啊，容易有暗器，有迷药。天哪！我上回来，我以为5层就是最高层了。那个夹层太蹊跷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尸体。哎，进来。怎么样？证据找到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着急啊？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和我朋友是一伙的，就把我也给杀了呀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只要你不去偷画，就肯定不会。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再等等，3炮武功不错，寻常高手几10个回合内是不可能将他制服的。交出藏宝图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大魔，这哪有凶手啊？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不，萨摩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你是要耍我？我怎么耍你了？我们也在树林里蹲了一宿，好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血都快被蚊子给咬干了。先回房间吧，我要回去洗脸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？有吗？谢瑞。他不是跟你们2个一起？什么时候不见的呀？我想起来了，他跟我说他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方便一下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半夜。我们分头到树林看看。
一会儿少一个，一会儿少一个，躲猫猫呢吗？这是。走。让我进去。师傅在诵经，请施主不要打扰。诵什么经？接连失踪了2个人，还有心思在这诵经？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把你们通通带回去严刑拷问。方丈，你们把谢瑞藏哪去了？识相就快点交人，别逼我们动手。笑话！你们有何证明？信不过你们就随便搜，挖地3尺也无妨。自从你们借宿以来，我这寺里一天都不得安宁。不知你们是不把佛门净地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我们这些开国的老臣放在眼里？早知道你们这么不讲理，我们在开元的时候就死了。李渊不这样，李世民也不这样，只有你们今天是这样。我们好歹也算开国功臣，可你要把我们带走，还要严加拷问。如果你们没证据，无理取闹，还血口喷人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死。主持，师傅，主持您请留步，我们几位也不会久留的，放心吧。主持。各位施主，请吧。慢走不送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整个寺庙都翻遍了，怎么就找不到尸体呢？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翻过，捉迷藏的关键是，越明显的地方就越容易被忽视，俗称灯下黑。主持，主持。你们这儿熏这个香，味道真的很刺鼻啊！还有啊，他们的尸体是不是就在这儿啊？那座罗汉里面装的就是谢瑞的尸体吧？你们都知道了。志远，其实，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罗汉堂的时候，就发现右边那个罗汉颜色很鲜艳，跟外面几尊无异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正常的，直到我刚刚发现，左边这尊罗汉颜色变得非常的鲜艳，而右边这尊呢，颜色又恢复了，所以我才意识到，原来之前我一直忽略了光线的问题。如果是同一个色度的罗汉，时间久了，自然都会跟右边这尊一样，也会变暗。而左边这尊之所以会颜色鲜艳，那是因为刚刚涂的颜色。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，左边这具应该就是谢瑞的尸体，而右边这尊里面是之前那位张仁的尸体。你说的没错。而且所谓的古塔，只不过是你们故意向外散播的一个掩护。前来的旅者因为都是冲着宝物来的，所以自然就会以为你们不让人靠近古塔，是因为古塔里面放了宝物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上当了，昨晚我们在古塔底下蹲守，正好让你们有机会，好对谢瑞下手。那晚张仁是在古塔，凶手其实就在塔里。为了不让尸体的身份曝光，就和他的帮凶一起把尸体给转移了。所有的古塔转移者都会像我们一样，只上到了第5层，
而这个时候，凶手就会放下这级楼梯，把闯入者引入第6层，然后再利用这些痕迹来混淆视听。接下来，将他们杀害。对。之前朝廷派来的暗探，也都被你们杀了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都是我杀的，和其他僧人无关。支援。李少卿，这就是坊间传播的前朝的藏宝图。既然当今圣上如此渴求，我就把它送给他。你带回去告诉他，前朝最大的宝藏就是江山稳固，百姓平安呐。我们没能守住天赐的宝藏，还请传到圣上手里，一定要多多的珍惜。江山稳固，百姓安居。代卿，托你吉言。启禀陛下，经此一役，那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了默契，包括公孙四娘对李治的态度，也似乎有所缓和。哦，在庙里的时候，有数次机会，他可以对李治下手，却迟迟没动。臣以为，勇汉如他，也被李治的诚心和善念打动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几个年轻人已经可以委以重任，替朕办真正的大案了？陛下英明。那好，开门，放虎。臣遵旨。老爷，您看这天上月朗星稀，今夜又有一颗长星啊。这1个月内，已经有5颗长星出自东南，此乃不祥之兆啊！哦，老爷。啊，孙仲啊，你去看看少爷睡了没有？是。老爷，公子呢？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大志，大志。
晚上，陈家公子死了。哪个陈家？药商陈佑昌家。你说会不会是他家卖了假药，引得仇家上门？哎，我还得告诉你啊，陈家公子那死法可真了不得。那你可得快说，怎么个了不得法啊？听人说呀，是他自己剖开肚子死在房间里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剖开肚子啊！哎，我看过一本书啊，是蓝宇笑笑生写的《凶怪录》啊，他那个第1篇写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！你太神乎了那个。哎呀，吃饱喝足了吧？萨摩呢？萨摩呢？三炮，萨摩多罗。走吧。各位官爷，官爷请。死了有5个时辰，看样子致命伤就是腹部的刀伤，肚子被剖开，凶器应该就是他手上的这把匕首。这么说，这是自杀呀？若是自杀，用找大理寺吗？据陈友昌所说，死者昨日还说要去蜀地游历，怎么可能当晚就自尽？没错，尸体口张、眼睁、发结松散，他杀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至于详细的死因，还需要运回大理寺做进一步的检验。写的什么啊？长星横天，必有灾也。次日，书生手持利刃，剖腹死，盖灾星或人也。对上了，对上了呀！对上了。死者死法跟书里一模一样。我早就听过这个蓝宇笑笑生血之怪，近起来颇有些名声。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是谁啊？是小的。回官爷，正是小的。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况？昨夜，我家主人从外面赴宴回来，小的与主人回房歇息，只见一颗斗大的长星从东南划过。挑重点的说。啊，回官爷，我家主人好像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，叫小的去少爷房间看看少爷睡下没有。小人看见少爷的房门虚掩着，推开房门，只见少爷伏在岸上，满地都是血啊！这一定是灾星上身了呀！那你昨晚最后见到陈南之是在什么时候？我家主人出门以前，少爷就进屋说要自己读书，就一直没有出来过。
哦，哎，那你们家主人，还有你们家小姐呢？他们在哪里？我家主人受惊过度，现在还在房里休息。小姐前日得了郁症，一直卧床。这少爷的事情，小的到现在都不敢跟他讲。啊，主人，主人，官爷，千万要给小民做主啊！你们家公子平日有什么仇人没有？南枝平日就不爱打理生意，交往的也都是些书生。要说仇人，最多也就是诗文上纷争罢了。我看陈南之桌上放了一册《凶怪录》，你之前可曾见他读过此书？小民以为，志怪传奇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。况且这神神鬼鬼不好招惹，所以往日都不许南枝沾染这些东西。你可相信鬼怪上身的传言啊？南枝不会是罢了。南枝，你先回房休息，我们再四处看看。是。孙忠，留下来好好招呼几位官爷。是，主人。那边那位书生打扮的人是谁啊？哦，那位是小姐的教书先生，姓柳。柳先生，请您过来一下。柳延怀见过官爷。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就做了教书先生，想必一定文采过人吧？官爷高抬，小人在家中种过秀才，只因家贫无缘在世，便留在长安做了教书先生。柳先生与少爷有过交情，是少爷力荐柳先生留在陈家的。哦。凶怪录，城中最热的，看一看啦！凶怪录，城中最热的。哎，老板，这本书很火吗？那还用说吗？陈家公子一死，今儿早上卖了100多本了。哦，这个蓝雨笑笑生是何方神圣？这个蓝雨笑笑生可是个神人呐，笔法简洁锋利，故事曲折骇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没人知道他是谁。哎，我都说这么半天了，几位不来一本吗？既然有了，那再看看别的。这书哪里印的？扉页上写着无涯书局。走，到无涯书局玩玩去。这是今天整理出来的系列，一共5篇，您看一下。来人！大理寺办案，把你们掌柜的叫出来。官爷，请稍等。几位官人有何贵干？你就是书局掌柜的？哦，不，小的只是一个管事。那你们掌柜的去哪了？掌柜的8年前去世了，将书局留给了邵掌柜。可邵掌柜天生爱玩，半年前出去游玩，一直没回来。现在书局由我来管事。可听说要伤陈家公子之死？哦，有所耳闻。那你可知道，陈公子的死法和你书局印的《凶怪录》中一则志怪故事一模一样？小的明白几位官人的来意，只是书局只负责挑选和售书，蓝雨笑笑生与书局之间向来只是书信联系，从无当面往来，从无接触。官人们如果想接着查案，可以去风华楼问问，那几个写传奇和戏本的书生都爱在风华楼谈天切磋。小的这边忙不开，先行告退。三炮，
萨摩呢？啊？不知道啊。他在那儿。萨摩，你是过来办案，还是过来开小灶的？就是啊，好歹分我2口啊。哎，自己买去。找才子切磋这种事情，你们俩去干不就行了？等我吃完这碗面呢，我就看看双叶验尸验的怎么样，然后就叫他上店里吃饭。吃饭？你这不是吃饭的吗？吃2顿不行？撑死你啊！老板，再来碗牛杂。就你这饭量，皇上都养不起啊！哎，谢谢啊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致命伤就是腹部的刀伤，但是，它是什么？如果是自残的话，会因为腹痛，入刀口深，出刀口浅；但如果是他杀的话，配合一下呀，他就会拼命的挣扎，伤口必然是深浅不一。可是这具尸体上的伤口也未免太过平整了。那会不会是他死之前被迷晕了？正在做检测呢。稍安勿躁啊。防火防盗，小心火烛。娘子，是我。快来人呐！出事了！快来人呐！出事了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哎呀，李少卿啊，您总算是来了，您快看看吧，来看看。早上我来服侍我家小姐吃药，可是她好像没气了。怎么这么香？你们小姐平时都点这样重的熏香吗？我们家小姐身体不好，从来都不爱点香。尸体没有一点伤口，难道是中毒？哎呀，到底是谁对小姐下如此狠手啊？哎呀！万子，不许进！让我进去，别拦住我！万子，万子，出去！让我进去！万子，不许进！再敢胡闹，我就把你带回大理寺。有女子夜难寐，行至院中，遇疑男子俊朗有异香，情深随好合。每日4经，两人房中相会，长此以往，女子欲偏亡，终卧床死。盖狐仙摄魂也。狐仙摄魂，狐仙摄魂，你们听过没？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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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在门口吵吵打扰大人办案，行，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走，都走，走。真是。
大人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大人，这间就是柳先生的房间。怎么乱成这样？哪有读书人的样子？那小子果然有问题。柳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趟大理寺。我们在你房间里找出了凶怪录的草稿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脱不了干系。你们是怀疑小生是凶手了吗？柳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叫你蓝雨笑笑生啊？哎呀，得亏啊，抓到了这个蓝笑笑啊，不是蓝雨笑笑生，要不然啊，他还躲在府里，多危险啊！啊，这不愧是药商啊，这身上苦不拉几的。这凶怪录有好几十张，要是每张都这么死一个人，那长安城还不得血雨腥风啊？那个柳延怀带回大理寺，还在审一审。还审啥呀？就是他。哎，怎么呢？走吧。哦。请，1日3次，按时服药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慢走啊。哎，老板，问你个事儿啊，昨天是不是有个书生模样的人来你们这儿买药啊？哦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哎，他买的什么药啊？这病人的隐私，我怎么能随便？懂。可以讲了吧？哎，不瞒你说呀，那个书生买的是……柳延怀，你与陈家姑娘私通，却被陈南之发现。看你不过一介穷书生，他当然会阻止。于是你便暗起杀心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你便用书中的手法杀人，造成一种志怪杀人的假象。但你没有料到的是，陈家姑娘发现了你的秘密，所以你只能将她一同杀害。这凶怪录是抄自你的戏本，还有谁会比你更清楚里面的作案手法？官人，小生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可知道，陈家姑娘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她的头部被插了一根尖细的银针，此乃死因。你手段何其毒辣！柳延怀，你可知罪？柳延怀，你可知罪？来人呢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这都要结案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这个柳延怀根本不是凶手。什么？官人，小生真的没有杀人啊！你的推论是没错，可是其中有一个地方错了，所以整个推论都是不成立的。这是当时柳延怀需要不抓的几味药。当归、白芍、艾叶、厚朴，这是安胎药的方子。安胎的方子。我和婉在是真心相爱的。昨日我见你从张家药堂出来，就觉得好生奇怪。明明陈家就是最大的药商，何必要跑大老远到张家药堂去买药？婉在，
他想让我买打胎药，可那毕竟是我们的孩子，我实在不忍心。那凶怪路是怎么回事？我原名柳延怀，1年前来到长安，化名柳叶刀。你说你是柳叶刀，那蓝雨笑笑生你可认识？陈南之，他就是原先的蓝雨笑笑生。他用我的戏本改成一篇志怪，一举成名。我自此封笔，他就再也写不出来了。于是，他在我回乡之前找到了我，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留在他家，为他做代笔。那你化名成蓝雨笑笑生，写的东西是怎么交给书局的？写完了，先给陈公子看一眼，没什么问题，就让孙管家送到书局去。我从未听过有人愿意为剽窃自己作品的人代写。小生自然是有难言之隐，家母病重，急需用钱。我原先对他是心怀怨恨，可我与婉在情投意合，便不再计较这些陈年旧事了。这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即使你不会杀陈婉在，但你杀陈南之的动机还是有的，而且你还没有不在场证明。那天晚上我在婉在房中陪他，昨天晚上也是，一直待到4更。我可以对婉在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陈南之。即便如此，你现在也脱不了嫌疑。来人，先将柳延怀收押。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我可以对天起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大人，我总觉得这柳延怀不像是凶手。你是在质疑老大的办案水平喽？如果这柳延怀与陈家小姐是真心相爱的，按照他的说法也能说得通。而且柳先生面相和善，并不像是面相。死人玩多了，该相面了是吧？切，你也不用白我啊。这样，那你说说，除了这柳延怀，谁最像凶手？这好了好了，看你们愁成这个样子，把那个柳延怀交上去，不就什么都完了吗？第一桩是仇杀，第二桩是情杀，没有人会在意什么打胎药、保胎药这种东西，谁会细细追究啊？动机是什么呢？谁会希望这2个人都死呢？如果这柳延怀不是凶手，那么这2天我们被真正的作案者在牵着鼻子走，以为这个写凶怪录的人和这个案子有脱不了的关系。这凶怪录依然很关键。假设柳延怀是清白的，那么凶手能够用凶怪录去诬陷他，说明凶手知道他在写凶怪录。还有，柳延怀说昨晚他在陈婉在房间直到4更，所以凶手是知道他是何时回房的。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在陈家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跟凶怪录有关，也有可能是乌鸦书局的人。哎，司令啊，你认不认识乌鸦书局的老板？你帮忙打听一下呗。包在我身上。您来了，多亏了您，我们家公子和小姐才能死得瞑目啊。你家主人最近可好？老爷在房内歇息。
大人，请在厅堂靠边片刻。啊！哎，有贼！大人，大人先留步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快去快去！站住！来人呐，抓贼呀！还是长安好啊，茶闻着都比别处的香。子苏来了。子苏，我前几日出长安帮内的办事去了，听说你们最近在查一个志怪杀人的案件，一回来就先来这儿了。来得正好，我们前2天查到的线索，全都断了。我今天呢看到陈佑昌，他家里有一个那么大的灵芝，然后呢他还跪在蒲团上，对着大灵芝，嘴里面念念有词的，好像在祭奠什么似的。哎呀，那个陈佑昌一连死了1双儿女，那人家在家里祭奠也很正常吗？他多可怜呐！他家里没有厅堂，他干嘛不去那里伤心呢？再说了，哪有父亲跪拜自己儿女的？还偷偷摸摸的在祭拜，一定是另有其人。哎，不过你刚才比划那个灵芝也忒大了点吧？是吧？我就跟萨摩说嘛，要真有那么大灵芝，早就成精了。你肯定看走眼了。真的有这么大灵芝？子苏，你说说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灵芝啊？我倒还真听我爹说过，京城有这么大的灵芝。真的？但是好像早掉江里，无处可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20年前，鲁郡有2个采药人，一个姓周，一个姓陈。2人一起在深山采到一颗大如铜盆的灵芝，就立马通知知县上报朝廷。朝廷就让他俩把灵芝送到长安城。谁料途中遇到水匪，周家人全家都死了，陈家人都是侥幸逃脱了。又是姓陈。那这案子后来破了吗？没有记录。那陈家后来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大概继续回去采药了吧。那你说这灵芝怎么会到了陈佑昌的手里呢？说什么呢？这么大个长安城，有几颗大灵芝很正常。大灵芝虽然是稀有药材，但陈佑昌人家是大药商啊，大药商有大灵芝，很奇怪吗？大药商有大灵芝不奇怪，可是没事拿个大灵芝出来拜，这肯定有问题。这个陈药商确实有问题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聊个大灵芝。什么大灵芝啊？要你管。哎，四娘，这陈佑昌是哪里人？鲁郡的。那他原来是做什么的？不知道啊。朝廷命官也是人呐，不带这么欺负的啊！哎，这么看，当年的水难另有隐情。我看这个陈药商确实有问题。快！官爷请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俩门口守着。你家主人在哪儿？请跟我来。官爷，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家主人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啊，请。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大仙在上，保佑子乔之源脱胎转世，永登极乐。啊！
现在上，保佑自乔之远脱胎转世，永登极乐。大仙老友，老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。那您有事儿，您就叫我。好。二位官爷，辛苦了。我查到一件事，这无涯书局的老掌柜曾经收养过一个姓周的男孩。周家？难道是被害周家的后人？单知道一个姓，并不能确定男孩的身份。你可知道他名字？他叫周之远。谁？啊！哎呀，各位官爷，今天晚上天气特别凉，小的特地备了一点热汤啊。这喝了热汤啊，身子就不凉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啊！趁热喝。说是这老掌柜死之后，这姓周的就继承了书局，但现在整个书局里都找不到这个人，只有一个姓常的管事与他来往。主人，是我来给您送鸡汤来了。进来吧。啊，是。等一下，孙仲进府有多久了？半年前。不好！主人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有点头晕。孙仲，你要干嘛？救命！救命啊！不要再枉费口舌了，外面的人都已经被我解决掉了。孙仲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在府上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陈有昌，我今天非得挖出你这颗黑心不可。原来是你！你为什么要灭我陈家满门？那你说，20年前，你为何要对我周家痛下毒手？你死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今天要不杀了他，我就不姓周。志远，你怎么没死是吧？陈有昌，当年你为了灵芝，你设计杀害了我的全家。幸亏我的爹娘将我扔到江里，我才逃过一死。后来被我义父捡到，把我抚养成人。半年前，你那个臭儿子动了你的宝贝，到了书局，想用它收买我，碰他那本狗屁不通的小说。常管事把灵芝拿出来，我就认出来了，他就是导致我家破人亡的东西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报仇的机会来了，
我也要让你尝一尝家破人亡的滋味，然后我再亲手把你杀了。这么说，你认罪了？这个姓陈的东西，他才是最大的罪人。够了！如今你们都命案在身，来人，把陈有昌抓起来。是。我敢做敢当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为什么你们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一定很奇怪，自己究竟在哪里出了错误？其实，你每一步都是错的。事发当夜，你第一个进入犯罪现场，在那种情况下，若想查看死者腹部的伤情，绝无可能绕开血迹，而你却衣着如新，这就说明你一开始就存了心，刻意要摘除自己的犯罪嫌疑。另外，若按常理，死者中刀后，身前的血迹应该以腹部为起点，呈喷射状态。然而现场并非如此，血迹走向均匀，可见是被杀后搬运至此，从腹部伤口缓慢流淌所致。另，血迹喷溅在书稿上，而书桌上却一滴都没有，可见此处并非第一犯罪现场。显然，凶手试图把犯罪线索引向凶怪路。当我提及鬼神作案时，陈佑昌惊恐万状，而你的神情却略带自得，是以为我们入套了吗？柳元怀出现时，你第一时间向我提及他与陈南之的交集，迅速把犯罪线索引向了与你无冤无仇的无辜者。随后，陈婉在的死亡现场，尸体毫无伤痕，可能是他杀，也可能是暴毙。在仵作确定死因之前，又是你第一个跳出来说，到底是谁下的毒手？这就说明你早已知晓陈婉在的死因。我让他们抓柳元怀，也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，继续作案。派兵进驻陈府，也是为了逼你早点动手。我之所以一直没揭穿你，就是想知道你真正的犯罪动机。你作为被老掌柜收养的儿子，接管了乌鸦书局，又碰巧碰到了陈南之的书稿一事，所以你就阴差阳错地找到了当年灭门案的线索。于是乎，你改名换姓进入了陈府。根据无涯书局的场馆师说，邵掌柜半年前出门游历未归，你来到陈府也正好是半年前，这未免太巧了吧？根据柳元怀所言，他每次写好书稿，都由你亲自送往书局。而场馆师却说，雨兰与笑笑生只有书信往来，从无半点接触。命案当前，一个书局的管事冒险包庇一个药店的下人，这也未免太诡异了吧？你为了复仇，竟然把无辜的柳元怀也卷进来，其心何毒，其罪当诛。带走。是。走。没想到被一个客栈的杂役给看破了，老天爷不开眼呐！哼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乌鸦书局出事了。我听说了，乌鸦书局的邵掌柜和药商陈佑昌被当街斩首，也真是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啊！为了一颗灵芝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这哪里是仙草啊？明明就是妖草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想必陈家小姐泉下有知，也不愿借你在此买罪。这些天陡生变故，我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。我给你在翰林院安排了职务，负责看管藏书阁，拿的钱可能比陈南之给你的少一些，但你可以看里面的藏书，我想对你的写作会有些帮助。真是要劳李大人费心了。有点意思，想不到这小子是菩萨心肠啊！哟，看上了。有些人呢，只能远观，离得太近，小心把自个儿给烫了。
烫一下也不会死吧？